是 Bishop 里面认真的一个所谓的 pastor，but he's the kind of like God messenger。我在想，为什么耶稣叫一个没有手脚人要积极面对？如果你要传福音，你不是应该就是去所有平台，就是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现在已经是 social media 这种 high tech 的 AI 时代。就是你在网上分享，你 reach out 的 audience 更多就是你如果 homeless 的话，在街边你遇到谁，然后你平常温饱都不能解决的这个 basic need， 我觉得 Jesus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mission？ OK 啦，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you can argue with that，but the point is， 其实叫一个没有手脚的人要不要放弃？因为这个小孩他8岁的时候就要自杀。然后他到过后怎样成为一个神的代言人？他还结婚生子，而且他老婆是正常人，还蛮漂亮的一个 American Japanese。Like hello， 就是 like God gave him like open another door for him。就是你会觉得哇，你没有手脚不用紧，就是我给你看这个 possibility 是无穷的。对。So in many ways， 我觉得这个才叫积极面对人生。Coming back to you， 你讲的逃避。其实对我来说，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个话题，无论是在灵性来讲，或者是在人的层面来讲，它都归为吸引力法则 （The Law of Attraction）。你今天你可能是一个我们讲不是很有钱的 Bollywood 那一种 Hollywood 的很有钱、很出名的人 ，maybe 他是 middle 的。他算是有钱，但不至于到那一个 level 的，也会有这类型的人，可能被莫名其妙的被抓去作为神的代言人，又或者是说被某一些神明去跟他讲有一个东西你需要去做，我们讲使命这个东西，也有不同层次的，我们讲有低层次，有更低，有更低或者更高层次。不一样层次的人都有被可能叫去做某一样东西，有的人会讲是神明叫我去做这个东西，有的人会讲我的使命就是要去帮助很多的人。每一个人我发现都会有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只是你要往向哪里去走。会不会 Exactly, they're not honest about 还是 self ego, self pride。可能就是你去吸引这个东西过来你这里。而且最奇怪，为什么每次选中的那种所谓的神的代言人，就是讲 prophet 也好，或者是跳姐也好，为什么永远都不是有钱人？就你去选一个很有钱的亿万富翁去做这个，他 reach out 的 audience 不是更大吗？我一直很纠结。好像有的character personalize 吧。如果你刚才被阿 Kelly 讲的那个，就是好像游戏里面特定的一个角色。如果你那边的话，可能是more to是说为什么没有钱？有钱，因为如果那个人本身一出来，一生出来，他就是很有钱了。Don't give a damn about the whole world。对，他觉得 value 本身他就是有啊。Exactly, that's the point。就算你有没有钱的时候，或者是有没有神通的时候，帮助普通人只是 is for basic humanity。这个只是 for humanity， 就你没有能力，就没有神通的能力，你也可以帮人。You see where I'm coming from？ 对，但现在很多人就是会觉得我一定要 something。好像那一种我一定是神派来的，我一定是有使命的人，就是我一定要 before I get this so-called special ability， 我就做不了。That itself like is you know it's for your own ego。Yeah， 我是这样子认为啊。我相信有被选中的人，这些人一般都逃脱不了命运，他们可能从小都已经逃脱不了。Like since day one, the day they were born， 就是 is very very obvious， 逃也逃不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我相信这一集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们只是拿出来讨论，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就是 I think this is a free world. We are entitled to free speech and free will。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在佛教的角度，佛教徒的应该会可能留言的话，可能讲因果。如果除了因果的牵连，我觉得是还是 back to 刚才的有钱人，他过得太顺的话，他不会可能真心的去帮，因为他没有一个 story。他就捐，可是就是他变成一个好像是I just give， 就好像丢垃圾一样丢，可是没有那个心那个 energy exchange。好像我们去看心理医生，还是看好像真的很熟的朋友，他为什么他一讲一句话，好像看和尚，他一句话可以点醒你，可能是那个人经历了某些东西，可能 emotionally
fine tune frequency connected。其实有少数的有钱人，就是马来西亚的 Maxis Telecom， 他的儿子就是宁愿放弃什么100亿的家产，然后就去做 monk， 是 Maxis 的老板吗？ Really？ 好像有这个，其实蛮多的有钱人的都是去做和尚了。现在我发现到。Yeah, so like there is exceptionally 1 out of million 有这种有钱人是成为神的代言人，就你去成为一个和尚，你也是代言人，算是因为你去弘扬佛法，就是只是以不同的角度而已。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成为 someone？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作为就是普通，任何我们讲今天完全我 feel 不到任何东西，我没有什么超能力，我不能帮人吗？我还是可以帮人啊。Agree。为什么一定要作为某一个东西？ Yeah, you pointed it out. 他们都很想要当疗愈师或者是当神通的人，其实本身对一定是觉得我帮到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另外一点，它是不是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私心，我们的 ego 觉得 yes I'm helping someone， 你这个不是修行，有点像是在用修行去修理其他的人，它不是修行在修理。或是fulfill your own desire 这样子。是，其实不需要作为任何的人，只是 normal 的做你日常的生活，平时看到有需要的人帮一下，讲好听的话，说好话，做好事，他就是在帮着人，就是在疗愈人了，没有必要就是 go all the way。Of course， 每一个人会有你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啦，有想要被作为生命代言人的，有想就 OK，go to your way， 也有想要作为和尚的，有想要作为疗愈师的，你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就好像 Alicia 讲的，诚实就好了。诚实的，你觉得这一个方式我可以 become someone， 他可以给我拿到一股能量，让我更有自信去帮，那你就承认好，这个是我要做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回归于我们刚刚的那个 video 那个人来讲的话，我会觉得理论上对我会有点感觉他是在逃避 ，but also I respect， 我尊重他的选项，因为确实就是他的选择，他的内在潜意识就想要向往这一类型的生活。那我们也不会 judge 太多东西。那个故事其实会让我想起佛陀之前有修的一个是苦修，是苦修，就是他就是很 suffer 的，不能吃，不能什么，就是很苦的 suffering 来去修他的 practices， 不能吃，不能喝，一直打坐，他就在脱离苦难的那个 process，就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方式吧，所以也是会，可是就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吧，应该是在这边。可是最好是，如果真的想不通，还是觉得很复杂的话，找下对的人谈一下天，疗愈一下，也可能会帮助到你很多。这也很像潜意识，对不对？潜意识上他想要受苦，所以他就会迎来，这个就是他的修行方式。如果是跟他童年的一些创伤有关系，可能他他的 inner child 就是他可能习惯性的在苦难中。是的。Yeah, exactly. 你可以讲潜意识就是 inner child，如果我们大要更远，脑太厉害了，我们可以变任何东西，所以最厉害的是，我觉得还是觉得我们人本身是最厉害的，It's just that 我们没有 unlock 我们的 potential， 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一定要成为任何人、任何的职位才可以得到某一个 power。这个的话就让我想起 Alicia 之前有一个的 topic Mind over Matters， 这个我觉得也蛮好去探讨跟了解一下的一个的 Mind over Matters， 就是可以帮助你自己去跳出这个框框吧。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有神通就是可以看到鬼神哦，他可以千变万化。当一个画家，就是他画画的时候已经出神入化，已经把一幅死画，就是死的 object 画成栩栩如生，这一种也算你懂吗？就是当每一个人看到那一幅画的时候，已经被治愈了。其实这个也算是所谓的神通，只不过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You know the world is big， 不一定是要看鬼神。这种东西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is。这个通，所谓的通太大了，但是当然在很多那种经典里面记载是怎样，but it's bigger than that. It's something that is so unlimitless. Like 就是 it's limitless， 就没有一个局限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拍戏的 film industry 拍戏拍那种特效做到太美了，美到人家会我想要成为就是在做武侠片的可以飞，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做黑悟空。其实我们
可以讲一下，就是这种所谓的能量，就是像哪吒，他的 character 里面就讲他是邪的这样子的。邪的也可以做正事，对不对？我一念觉成佛，一得念成魔，就看你现在做什么吧。我觉得用邪法对抗邪法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有时候你某个人有一些问题，就是正法可能要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这个生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你就是要用非常手段。但是我不鼓励很多人用邪，就是黑暗的能量，因为黑暗的能量，所谓的这种不同维度的高灵们，他们比我们人类还要活得更久，所以比我们聪明。你一开始用这种 dark force， 你是可以控制你自己嘛？如果你控制不到的话，你就会被这个力量吞噬。这个就是危险的点，因为你抓不到它的 point， 你控制不了。你要觉得，哎呀，我可以控制啦，很多人都这样子讲。But remember， 这些东西花很久他们没有躯体，它可以等你一个10000年，你能活100年吗？请问？而且人都很喜欢很快的东西，要接近。我之前看到一个短视，不是短视频，是一个西方的一个武术的戏，它有一个很厉害的武术，他就讲有一句蛮让我深刻的，他说 Magic has been casted, it's not meant to be broke， 也不能 undo 的，因为那个水坝它是我们缝着了嘛，你打破它，水冲下去了，那个就是我们 cast a spell 做了某些东西，它已经水就是冲出来了。那时候你怎样收回上来呢？你就要做很多的 repair work 来做。所以有时候这些神通这东西不是讲我放了我就可以收，放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会放，会诅咒，会做 blessing， 会做很多东西，但是收回来那段时间有9个真的可以收得回来，不容易。所以这个也是很就是大家要考虑的，不要乱去做这种阴法的东西。好像如果刚才讲到阴法，有时候有些事、有些人、有些事情，还是交给对的人去做对的事比较好。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就好像观音菩萨有很多的法相。为什么呢？好像比如观音，她是很慈悲、很美的，她就可以帮助你跟她好来好去，她跟你很慈悲。但是你跟她凶的时候，她可能就其中一个法相是大师爷的法相啊，她就变得很凶狠的来控制。因为有些就是黑帮的人，你就用黑帮的方法来丢啊，你不能用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和尚，阿弥陀佛，你不能这样。明明就是我就是不听阿弥陀佛这样子东西，我就想混你就混你啊，所以你跟我斗凶，我跟你斗凶。真的是这样子，爷你讲的很对，所以这些我们对症下药。而且我觉得我们人类是有这个身体的局限，就是我们身体会坏掉。Except this is science， 就是你死了，你身体会腐烂掉。Like as simple as that, when you stop breathing。When your heart just stop pumping， 就算这个宇宙给你很多能量，你的身体不会爆掉咩？你能承受没有？就是请问你知道这个 energy flow 我们平常就是天生这种所谓的已经可以sinh的比较 smooth 一点了。有时候那个能量太大都会生病对。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还是全部的 audience 也是可以有，好像问一下你们有那些比较神通的力量的人，还有什么的？我发现到我问过很多个人，就是比较可以有那种体质的。那些我问10个，接近9个人都是要逃避这个的东西，因为不想做这样多。但是往往就是很多的麻瓜，这种普通人全部就求回来，做回来。你求的话肯定会找上门的 ，trust me。就是他们四面八方都有什么那个 antenna， 对，就多一个 member， 多一个 ML member， 就很多人就拉进来的，对不对？就是大家都是看谁，真的不要去求，所以就他可能真的会。我也看过很多，真的是求回来过后。前面是好的，然后前面1-2个月 OK 的，可是半年里面到1年里面，哇哦，人就开始出现问题，然后生活也开始出现问题。对，可能是用完了福德，用完你的 credit， 用完你的一切东西过后，因为你本来没有修，你一下子用完你能量过后，你没有的 nothing to recharge back， 没有东西插回去了，所以他就垮了。我看蛮多修行者是因为这样子垮了。有没有？有就算修行很多年那种像我自己本身我都会就能量被掏光，我觉得整个身体都很弱的时候，因为你的身体是
肯定会局限你的。This is unacceptable。就是跟我讲，人类可以练到几百年，OK，你去练到练给我看哦，就几百年后我在轮回的时候再找你。现在这个年代超难的，因为我们吃的食物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也还有很多普通人会好像，比如我觉得你们都会有应该觉得 Alicia 就是好像很简单、很舒服的去做他这个头路，我还是别的修行者就可以随意的，就是为什么别人那么容易？对，就他怎么可以看到这个，看这个，等下又做这个，就好像你又看不到，你就觉得是真的讲，rather than怀疑，我觉得你去看一下他生活上私底下怎样去可能。睡觉都没有得睡，还是睡觉的时候都给那个灵魂给人扯出去办事，还是要去做别的东西，其实蛮不容易的。只是可能你看到的是这个 screen 里面看到的东西，就是他比较笑着对着你，但是私底下他熬过的那个 practice 那个修行，其实可能你根本未必普通人可以 hold 得住。可是但不是否认着你们不能修，it's just that 其实 everything come with a responsibility and。不是每个人适合了，它不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啦，很多人会觉得很好玩，我想强调，可以看到东西，你可以修，但是不是 comfort 呀。有些人想求那个天眼，我要看，我就是说 ，once you seen, you cannot be unseen， 因为你看了，你就没有可能封回去的，因为Pandora box 这样子你打开了，你就不能关回去。这个是很多人还是不明白，我也是丢过很多那种 client 看到讲，哦，我就这样，可是我想封回去，我要找这个找，可是找了四面八方，就是很多国家的师傅来封回去，封不到，我讲活该咯，我只可以送你活该。能封的话 ，Alicia 会要封吗？会要，就是如果今天有人问我给你一个普通生活，就结婚生子完不了这一种。然后我就直接讲，然后但是唯一条件要毁掉你万年修行，我讲 take it，我会愿意做这件事。就是我去看下的人，每个人都讲哦，你要修行，放弃红尘。我讲 ，Did anyone ask like what is my free will？ 就是 what makes me happy？Like this is not my life choice。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最主要是先帮自己。然后短期里面你得到某种力量 ，big deal， 鬼也是有鬼头啊，就是 yeah，but at least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就是讲 ，OK， 我现在有的是通过第三方某某 XYZ 什么 title 都好 ，label 都好啊，就是拿到这个力量 ，so it's not my own 修行 ，that's fine，you know what？But know what you are dealing with，but most of the time you don't， 因为你刚开始。而且我们这种修行人讲的就是一个意志力，你生活自己本身过得不好，然后各种各样没有意志力去抗衡，就是在高压情况之下，你容易崩溃，控制不到情绪。其实讲真，一个真正所谓修行人是可以 balance 情绪的人，我是很火爆的，就是我这个还修到很不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 balance 你的 life 的话，很大可能接触你的灵就不一样的灵。但是你那种参与很高的 ，by all means， 你们自己 law of attraction， 你们 attract 都是不好的。agree 啦。对，而且我们要够清晰，不然你也没有办法去辨认前面这个灵它是否属于善灵还是恶灵。你怎样跳？就是不要讲我都有时候分不出来，实在太像了。I can't tell， 因为他们可以变化，它可以模仿。你想。就是好像我们的 subconscious mind can be whatever we want。他们终归还是思维的东西，他知道我们内心想要的是什么，他就会幻化成那个东西。所以你讲这个东西好碰触吗？其实你想的话，它会有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它就是变化很快的时代，只要你去想，你想吸引，它确实会吸引来。但是这个东西 handle 得到没有先？而且你最怕就是他们不知道要什么样的代价之类的，我觉得是，除了不知道，其实 everything comes with a cost， 就算帮神明就是做个代言人也是有代价，我的时间、我的体力、我的精神、我的健康，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有些经典是有记载说，好像你这种的体质，就是全部有那种神明的那种体质的这种来办事的，可能就是上一辈子欠债了，欠一个神明一个债，所以你现在要帮那些神明们帮忙还债这样子哦。是，这个也是我听到比较多的一个说法。But other than that，我觉得大家都很鼓励的去先了解自己，搞好你的意志力，因为意志力够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任何东西，很多东西。先搞好自己，再搞其他人啦。
修好自己。就搞好了自己，你可以搞好家人，家人也很需要。是再不搞好完家人，再去搞好身边朋友。你真的会看到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人，他们生活都过得不好。在我生活过得不好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帮任何人。就从头到尾哦，我之所以会踏上这一行，学法也是，就是因为我的生活那时候太穷太烂了。我只有一个 objective， 就是我要把自己搞好。我从来不是为了就是要度什么众生。过后呢，就学完了，等我 compare 了我自己这个 part， 我再去。就是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其他人，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的话，人生的打压或者是谷底的话，我怎样知道？Yeah，but in a way， 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讲到七八八了，对吧？如果你们有什么有趣的问题，可以问我们这2位嘉宾哦，他们还蛮我们来大家一起探讨，更了解自己，进步自己。做更好的我们的自己咯。他们还蛮 open mind， 我可以做好自己，就是他们能够接受度比我高，反而我是这样。可能因为我们的 client， 我们的遇到的客户可能我们对人比较多，然后你是对另外一边维度多一点，所以你可以了解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没有高低分呐，也是就大家对症下药了，对的东西不一样罢了啦。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topic 都有 relate 到身心灵。这样我大概这里透露一下为什么要讲身心灵，因为在我们未来的10月份，我们将会有一个很大的 event， 然后呢，这个是 focus 在身心灵的，大家到时候就可以见我们这3位啦 in person。好，今天的 topic 就讲到这里啊，有什么其他的疑问都可以请留言，请留言。对，我给 inbox 们记得捧一下什么，多点赞和按小铃铛。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随时为您服务。记得 follow Alicia，follow。follow 他们2个 Kelly Wilson。好的，谢谢你们。下期再见。拜拜。拜。